Hello，我们今天要来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雷神索尔的故事啦。众所皆知，他是一个阳光爽朗的大男孩，他也不像其他的北欧神对于某件事物会着迷到干扰生活的程度，像是奥丁就是战斗狂、知识狂啊，为了知识完全不会舍不得挖下自己的眼睛。奥丁就是疯狂追求智慧的故事，可以在之前的影片可以看到。然后他也不像弗雷亚对美有异常的执着到可以为了他不顾一切，就是做很多事情。平常就是喜欢跟朋友们喝酒吃肉啊。除了他雷神的名号之外，他也是一位农耕神，喜欢帮忙人民耕种那些，所以其实他也是非常亲民的神。不过就是因为他战斗能力很好，还有他不拘小节的性格， This drink, I like it. Another! 为他招来了不少麻烦。就是其他的巨人知道他的战斗能力非常强大之后，都忍不住的想要来挑战他。就算前面有几位巨人战士身先士卒，为所有留下了一些战绩，巨人们知道就是正面来的不行呢，就开始喜欢用阴的。他们也很喜欢捉弄这一位雷神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所有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一些小波澜，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。那既然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打斗故事，不免俗的就要来进行一下战力评比了。索尔呢，他的坐骑非常的特别，并不是像一般众神惯用的战马，他的坐骑其实是非常可爱的羊咩咩。根据索尔本人来说，他就说啊，那些战马是就这么平凡，怎么配得上我这个阳光帅气的雷神呢？就是我当然要用大家都很少用的羊妹妹啦。那这个羊妹妹呢，她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可以当索尔的坐骑，索尔平常在旅行的时候，就是肚子饿的时候，也会把这些羊杀了，然后当做粮食吃掉。那别担心，不会因为吃掉了这些坐骑，索尔就必须要徒步旅行。这些羊咩咩呢，索尔吃饱之后呢，就会把那些骨头都放到那个羊皮里面，然后就抖一下呢，这两只神羊呢，就像魔法一样的复活了。好，那讲完坐骑呢，再来讲索尔的3件武器。第一个就是最有名的雷神之锤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他的雷神之锤丢出去会自动回到他的手中，蛮适合远距离攻击的。他除了最主要的战斗装备雷神之锤之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力量腰带。那这个力量腰带不只是他的时尚的单品，它也是可以就是加强他的战力的 buff。所以索尔戴上这个腰带之后，就是战斗力自然增强了非常多。那最后就是所有的铁手套了。这个铁手套的功能呢，是用来增加雷神之锤命中的几率的。所以这3个武器加起来呢，真的就是让索尔如虎添翼。那索尔有这么强大的装备，自然树大招风，就把主意打到了这3样武器上面。他就想说啊，既然索尔这么强大，就说不定是因为他的武力很强大的原因。如果我移除了他的武器，说不定就可以打败他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感谢一位勇气可嘉的巨人，叫吉洛德。他以为索尔没有武器就能任人欺负，他就想了办法要移除索尔的这3样武器。这吉德罗想要打架就罢了，还把主意动到他身边的人身上。那他抓的人呢，不是索尔的老婆，竟然是索尔的好兄弟洛基。那看到这个，我们明眼人应该就知道，在巨人们的眼里呢，索尔跟洛基之间也是激情四射，就是抓老婆没用，要去抓洛基。他抓了洛基之后呢，就直接一关就把他关了3个月，就打破了洛基的心理预期。洛基被关了3个月，非常的闷，他就说：“你抓我在这里也没有要干嘛，就是不如就放我走吧。”吉洛德就对洛基说：“啊，我抓你来自然是大有用处的，我很想要跟索尔决斗。”那讲到这呢，洛基就更生气了，就说：“你要跟索尔打架关我什么事情？那你就去跟他打架啊，抓我来这边有什么道理？”然后吉洛德就说：“哎，就是你也知道嘛，虽然我很想要跟他挑战，但是索尔3样武器实在是太强了。我希望你可以帮忙我去移除那3样武器，觉得我就有机会可以打败他。”洛基也是一个非常狡猾、没有什么道德感的神。他听到吉洛德想要去打架，
那就是他就想说啊，这件麻烦事情也是索尔自己招来的，他无辜就是遭殃，就其实也不关我的事啊，那就让他们两个去打吧。他对索尔这个好兄弟也是没在客气，他就答应了吉洛德说好，那我就帮你移除武器，那你赶快把我放出去吧。回到阿斯加的时候，索尔3个月没有看到洛基，非常的开心，就直接把他抓到酒馆，又开始大吃大喝。然后喝醉了之后呢，索尔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那洛基呢就很轻松的就把他的3用武器给移除了。那移除了之后呢，一方面也是怕他被吉洛德再抓回去啦，一方面也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情，就跑去跟吉洛德报告他已经移除武器的结果。那吉洛德在这里呢，还不禁赞叹洛基就是说到做到，其实还是蛮有原则的神，其实也不像传说中那么的善变。那其实他在这里就是有点错看洛基了啦。那接下来吉洛德呢就要邀请索尔来到城堡里面做客。索尔听到有的吃有的喝，自然就乐呵呵的答应了，也没想太多。进到城堡之后呢，他就只看到一张椅子在正中央，这场景自然是有点奇怪，毕竟人家要宴客，好歹也要有桌子或有食物啊，一些就是用来宴客的东西嘛。但其实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。索尔其实也没有非常的担心，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。他看到椅子，他就直接坐了下去。那一坐下去呢，吉洛德就马上施了魔法，把索尔困在那张椅子上。紧接着，吉洛德的女儿就冲出来，开始对着索尔就开始猛烈的攻势。那索尔自然就把这些招式都接了下来。然后吉洛德看到女儿一点上风都没有占，就在增强了法力，想要控制住索尔。那索尔也没有再客气，他就直接躲过了女巨人的招式之后呢，开始反击。然后他一跃就跳上了空中之后，用力的往下攻击，然后杀了女巨人。吉洛德看到情势不对，拔腿就跑。那逃跑的时候呢，就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块废铁，就往索尔的身上砸去。那索尔马上就接下那块铁块，往回丢到吉洛德的身上。在丢回去的途中呢，那个铁块就着了火，然后一击命中吉洛德，他就当场一命呜呼。非常感谢吉洛德以肉身来为大家留下了这个战力评比的结果。这下巨人都知道索尔就算没有了武器也是不好惹的。不过呢，巨人正面打不过索尔，就开始想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计谋。有一天，索尔又拉着好兄弟洛基出门冒险啦。那他们到了一座废弃屋前面，就觉得很累了，打算在这个屋子里面野营，然后就来过夜。那睡到一半，晚上突然传出了非常巨大的声响，洛基跟索尔2个人都有点紧张，就除了因为声响而睡不着觉之外，他们也很担心是不是附近有什么潜在的危险。然后导致他们2个人都一整晚都睡不好觉。隔天他们醒来呢，脸上都是黑眼圈。他们环顾了四周呢，发现那个声响其实是一个巨人在打呼。他们顿时觉得脸上无光，就想说：哦，我居然因为巨人的打呼声就这么的担忧。索尔更是觉得颜面扫地，拿起了雷神之锤就往那个巨人用力的砸下去。巨人只是迷迷糊糊的在醒来，然后睡眼惺忪的看了看四周，然后自言自语的说：奇怪，我刚刚是不是被树叶打到了？我就觉得头好像有点痒啊，算了，我还是继续睡哈。然后他就一头倒下，又继续睡了。索尔看了看洛基，就觉得脸上无光，就觉得自己刚刚猛力的一打，竟然只是让对方觉得头有一点痒。那他顿时也失了战斗的兴致，就觉得哦，既然他这么耐打，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打的，就继续和洛基收拾好行李之后就继续走。那他们走着走着呢，就到巨人国的大门前，他们就发现那个大门的那个下面的门缝刚好跟他们的身高就差不多。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他们也不想要去要求守卫去开门，也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，就是他们的门缝就是自己的身高，那就从门缝钻了进去。那国王听到索尔跟洛基就是来到自己的国家呢，也非常的热情，要招待他们。那到了宴席上，洛基就在想着要怎么帮好友索尔来重振雄风，因为看到他就是自信心非常受到打击，他就跟国王说啊，我们今天来也是要促进2国之间友好的，也没有要打架。不过呢，在这个宴会上呢，吃是一定要的，不如我们就来比赛谁的食量大好了。
那国王就笑了笑，就说既然是开宴会，吃是一定是要的，那加上比赛就更有意思了。这样吧，我就派出我们巨人国里面比较能吃的，跟你们比划比划吧。然后他就派出了一个很能吃的巨人，拿了2桶肉，就各自送到洛基跟这个巨人的面前。洛基二话不说，拿起了桶子就开始疯狂嗑肉。那巨人那边呢，也是就是丝毫没有要让的意思，也是非常努力的开吃。然后就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索尔就看了看自己的桶子，就没有觉得他的肉变少，他就有点困惑，就看了一下巨人的桶子，就看到那个巨人桶子里面的肉就是一点一点的变少，都快要见底了，他就更努力的就开始狂吃，然后他吃到就是真的觉得头晕目眩，就是仿佛嗑肉嗑到了不知名宇宙，还是就是在看他的桶子也只是少了一点点，那他就是真的再也吃不下来，就只好认输。那巨人那边当然已经早就吃完了，2桶都见底了。国王这时候就笑了笑，就说：“啊，洛基毕竟是美男子啊，食量少一点本来就是应当的，不然怎么维持你美好的形象呢？那我们巨人身形比较大，比较会吃，本来就是应该的嘛。”不过呢，我听说索尔非常的会喝，我们就来比赛酒量好了。索尔一听到有酒喝，立刻兴奋跳出来说：“好啊，我们就来比酒量。”那在国王兽各自为巨人和索尔送上酒桶之后呢，索尔抡起酒杯就开始狂灌，从白天喝到傍晚，就喝到觉得有一点点恍惚，往下看了一下自己的酒桶，发现只少了一点点。那再看一下巨人的酒桶已经少了一半了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就开始更努力的狂喝。那他看了看自己的酒桶的那个酒量，还是只是少了一点点。再看看巨人的桶子，几乎都已经要见底了。当下高下立判，索尔也不再挣扎，就放弃了这场比赛，认输。那国王也就是为他找台阶下，就跟他说啊，索尔毕竟是有老婆的啊，就是常常这样子醉醺醺的回家，老婆会生气嘛。索尔不愧是神界的好男人啊！国王处处在为索尔跟洛基找台阶下，但其实也把他们的短处给显现了出来。索尔喝的有些醉醺醺的，也不顾形象，就跟国王说啊，这些喝酒啊、吃饭这些哪算是正经事？既然没有要打架，我们就来比赛力气吧。国王就派人抱出了一只猫，跟索尔说：“如果你可以抱得动这只猫的话，这力气的比赛就算你赢。”索尔一看就觉得国王小看了自己，怎么会端出一只猫出来呢？那他就抱住猫之后，要站起来的时候，就发现那只猫斯文不动。那他就出了更多的力气，想要把那只猫抬起来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那只猫都只稍微移动了一点点。就索尔就非常的吃惊，国王这个时候呢，就对着索尔说：“这怎么回事？吃饭喝酒也就罢了，可是你是雷神索尔啊！接下来我派出我们国家的力士好了，你这次可要认真比啊！”索尔就想不清为什么，就想着自己是不是因为最近太注重农耕，然后荒废了战斗训练，才会导致他就是连连败退。他就连忙说：“好好，那你赶快把那个力士请出来吧。”这个时候走出来了一位老奶奶，索尔这次也不敢轻敌，他用尽吃奶的力量想要推动老奶奶，但他推了非常的久，老奶奶还是寸步未移。那这下索尔就只好灰溜溜的放弃，他的自信心完全瓦解，打算回到阿斯加之后要好好的按表操练，就不能再像之前一样疲懒。他离开巨人国之前呢，跟洛基约定好说不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讲出去，不然真的是太颜面无光了。那其实巨人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其实也不是，这一切都只是巨人为了想要灭索尔威风而使的伎俩。从索尔看到睡觉的巨人开始，巨人其实是被施了法术的山头，所以就算索尔用他的雷神之锤用力的敲打下去，那个山头也是没有什么损害。那至于吃肉的比赛呢，则是巨人们施了幻术，所以那个桶子里面的肉其实是被火焰燃烧殆尽，并不是真的被吃进肚子里面。那透过幻术呢，索尔跟洛基的眼里看到的其实是巨人在埋头苦吃的样子，但其实并不是。那喝酒的比赛呢，索尔酒桶里面的酒其实是全世界的海，然后被施了法术
让他们觉得喝起来很像是酒的味道。其实这一桶海啊，无穷无尽的海水能被索尔喝到少掉一点点，已经是很厉害了。无法移动的猫其实是巨蛇约尔梦甘德，他们把约尔梦甘德放在地面上，让它牢牢的贴着地面，没有办法把它掀起来。所以在索尔的处理之下，这只猫可以稍微移动几寸，也已经是非常厉害了。其实，在人界里面，那个地皮都几乎快要被掀起来了。那最后就是那个老奶奶，那个老奶奶其实是老年，在时间的面前，什么东西都无法被移动，任何神也不会是老年的对手，所以索尔自然也没办法移动。这个老奶奶半分。这则故事有2个重点：巨人们使用大自然里面的山啊，还有无法移动的时间有一些胜之不武。但是在这样2项对比之下，就可以发现，其实北欧神在宇宙的浩瀚之下显得也是非常的渺小。虽然以人类的视角来说，这些北欧神已经是非常强大了，但是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，还有在时间的长河之下，就算这些北欧神有多大的神力，也是不得不顺应无常。再来则是现实与虚幻，巨人们使用的幻术也表示事物并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。那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要穿透它的外表去看事件的本质，这样才不会导致误判。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啦。有没有人觉得常常被诓骗的索尔非常可爱啊？或者是有没有小吃货看到他们之间吃饭喝酒的比赛，觉得非常的兴奋？你们的每一个按赞或订阅都是对我的打赏。那要记得不要只看影片，要记得帮我的影片留言哦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啦，恰哦。